6000多家軍辦企業要全面脫鈎，中央偏偏定了個反常識的順序，先移交，後清賬，再處理。很多人不理解，賬都算不清就交出去，不怕資產流失、債務爛尾嗎？其實恰恰相反，這才是最務實的安排。如果還沒看過完整內容，點擊頭像進入主頁，找到上集觀看。這集咱們接着往下看。如果等每一筆舊賬、每一筆債務都核對清楚再移交，情況複雜的企業完全可以拿賬目有爭議當借口無限拖延，軍隊就會一直被拴在經營事務裡脫不開身。先移交則是快刀斬亂麻，先完成最核心的一步，徹底切斷軍隊和企業的隸屬關係。企業先整體交給地方承接單位，生產經營不中斷，訂單繼續履行，工人正常上班，不會出現大面積停工失業。等隸屬關係切乾淨了，再慢慢核對資產，梳理債務，軍隊徹底抽身，不用再為企業的經營風險擔責。移交完成後，清產核資工作隨即全面展開，承接單位逐項核定產權，盤點資產，梳理債權債務，一筆筆算清楚來龍去脈。與此同時，所有特殊政策全部取消，移交企業不再享受軍辦企業的稅收優惠，歷史欠稅跟着債權債務一併處理，企業名稱裡的軍隊、81、國防等專屬字樣全部停用，對外招牌宣傳也不能再打軍隊旗號。說白了，這次改革不是單純關掉一批公司，而是徹底廢掉了軍辦企業的特殊身份。從此以後，所有企業都在同一套工商稅收規則下公平競爭，再也沒有特權。對軍隊本身來說，變化更徹底，部隊不用再分心琢磨怎麼賺錢，所有人力資源都重新集中到訓練、戰備和正規化建設上，徹底回歸打仗的本質。到1998年12月，6000多家企業依法有序撤銷，其餘全部順利移交地方。軍隊和武警部隊全面停止一切經商活動，前後只用了不到半年时间。这场改革既規範了市場秩序，拆掉了不公平競爭的特權門檻，也讓軍隊徹底擺脫了商業利益的牽絆，回歸保家衛國的核心職能，是90年代軍隊正規化建設中極為關鍵的一步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內容了。點擊頭像可以觀看更多精彩故事，我們下期再見。